大家好啊，我是优布，今天继续带大家解读《心经》的经文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我们看无老死，要知道无老死啊，是12缘起从无明开始，一直到最后老死这整个过程。12因缘从无明的开始到老死的结束，这是个什么现象呢？在佛法中啊，称为一期生死，这就是这个人从生到死这一个期间，就叫做一期生死。一个人从生到老，整个过程叫做生相。那么老了之后，最后啊，则是属于死的相。那么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呢？根据我们现在能知道的，从无明到老死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从父亲、母亲而来。那父亲、母亲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所以我们能明了的还是有限。如果一直往前推，那么永远都是一个无明之相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在谈一期生死，就很容易明了。以12因缘法来讲，从无明的开始一直到生，生的过程中间可能有好有坏，一直到老，这个都可以肯定，而且很容易明了。一直到最后的死，死了以后完成的又是一个无明。那么什么又是亦无老死尽呢？谈亦无老死尽，我们要知道，因为一期生死，一个人并不是从生到死这么一期就没有了。人死了以后啊，会再去投胎。投胎呢，不一定投在哪一道，6道中，不管你投在哪一道，还是从无明又到老死，一直这么循环。以佛法来讲啊，叫做轮回，就是在6道轮回。所以啊，它永远没有一个尽绝的时刻。人呢，他从无明一直到生，最后到老到死，我们只能够以这么一期的生死来看。如果要究竟的话，那就是亦无老死尽，也就是不能肯定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，因为它是一种轮回，一种循环的现象。其实啊，轮回与循环还是关系到所谓的一期生死。从无明人生下来之后，这个人从一个无知的婴儿慢慢到幼年，然后再慢慢的成为青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这都很容易把握。我们再看这个人他的欲望，从出生的婴儿到达幼儿、青少年或者成年、中年、老年，那么每一个阶段他的欲望都不相同。这种不能明了，我们不能肯定的现象，我们可以称之为从一个无明开始。所以啊，我们谈12因缘，想要真正去认识一个人还不够，因为人会经过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教育、家庭背景以及地区性的不同，甚至包括种族跟历史的不同，其实啊都有关系。这种种我们称之为一期生死，也就是这个人从生下来到老死这段时间、空间，我们所能明了的只有这些。如果有人提出来说，万一这个人因为出了车祸或者摔倒失去了记忆了，
那么你就要了解，这还是他这一期生死中间的过程变化而已，他还是在这一期生死之中，而不是说好像失去了记忆，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千万不能够说这中间起了变化，原来一个正常人现在变成神经病了，好像他就不是那个人了。其实啊，他还是从他生下来开始的那个人，一直到老，不管他起什么变化，还是在这一期生死之内。我们谈无名以至到一无老死尽，你就必须要把握这一期生死。你不能够说啊，我死了以后又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没出生之前我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些啊都是无名。你没有来到这个人世间之前是个无名，来到这个人世间以后，这一期生死结束了，死了以后去哪里，这些都还是无名。那么经文中多谈了一个无字，其实啊，它是指我们人的能力有限，在某一个阶段，我能把握、能明了、能知道的有多少，可是还有更多不能明了、不能知道的，那些无明叫做无明，一直到老死也是如此。所以啊，根据这一期生死，我们晓得一个人从无始以来到现在，阿僧祇劫它的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尽期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尽绝的一个期限，它一直都在轮回。那么要到什么时候这一些才会都不存在了呢？那就必须使你的业完全的清净了，成为了罗汉、菩萨、佛了。所以啊，要先把握五蕴开始色蕴的认识，一直到根尘的认识，一直到缘起的认识，甚至到一期生死，了解到12缘起就是在谈着一期生死。那么好，关于心经的经文乃至无老死、亦无老死尽，就为大家解读到这里。游部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正在收看视频的您。游部愿您在学佛的道路上，能够在找到智慧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快乐；找到快乐之前呢，先能够找到自己。感恩大家，我是游部。